2026年2月28日，一连串的飞弹划破夜空，瞬间将3年前才签署的中东和平协议化为灰烬。这场由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的联合空袭，达成了其主要作战目标。飞弹命中的那一刻，击毙了哈米尼，在一次爆炸中抹去了伊朗长达37年的指挥架构。在反恐这个包装的背后，这场空袭真正瞄准的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具体机制——石油美元系统。这是一个经济框架，强制要求全球所有的石油交易都必须以美元来结算。驱动这个地区数十年冲突的底层逻辑，很少是因为古老的宗教分歧。这些暴力服务于一个特定的功能，强制执行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绝对服从。要理解为什么，你必须检视历史的基准线。区域的不稳定一直被精心管理住，以确保产油国在实体安全上依然依赖美国，这就将他们锁死在必须使用美元进行出口的框架中。历史表明了试图绕过这个系统的具体风险。当海珊下令伊拉克石油改以欧元计价时，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导致他的政权彻底覆灭。格达费也做了类似的盘算，他提议建立一个泛非的黄金蒂纳尔，用来取代非洲石油交易中的美元。那个具体的提议直接导致了军事干预以及他的处决。中东的繁荣始终与一个不可谈判的条件绑在一起，完全屈服于华盛顿的金融霸权。这就是为什么2023年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和解会在西方各国首都引发恐慌。这项协议是一次经过精心算计的叛乱，反抗了数十年来分化并征服海湾国家的战略。这个联盟是由中国促成的，透过将这些历史宿敌整合进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圈，北京直接挑战了西方影响力在该地区的垄断地位。看看这张图表，它勾勒出了他们提议的贸易路线。这个新联盟将战略自主性放在首位，积极的计划使用非美元货币来结算石油交易，例如人民币，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货币。如果该地区转向以非美元货币来结算其能源交易，美国就会失去其进行全球经济胁迫的最主要杠杆。到了2026年初，外交压力和金融制裁都未能阻止这种整合的趋势。2月28日的那场斩首行动，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掀桌子。突然注入的实体暴力是为了强行重置这个棋盘。消灭伊朗的最高指挥部是为了在德黑兰引发立即的权力真空，其目标是从物理上粉碎在2023年协议期间所建立的统一的反美元阵线。这也服务于一个次要目标，这是一个传递给沙乌地阿拉伯的残酷警告，展示了背弃美国金融框架所要付出的确切代价。当石油美元的架构面临真正的威胁时，帝国的反应会完全跳过谈判程序，他所仰赖的是绝对不对称的暴力。但是华盛顿犯下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们以为一场斩首行动就能摧毁伊朗的作战意志，并迫使他们立刻投降。相反的，幸存下来的伊朗指挥部采取了一项新的准则，如果他们的政权被标记为必须从物理上抹除，他们将以相互保证毁灭来作为回应。伊朗绕过了传统的军事目标，将报复的矛头转向美国盟友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就是沙乌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种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是毁灭性的。透过烧毁全球石油供应的物理咽喉点，他们引发了连锁反应，意图让整个工业化世界崩溃。伊朗最终的谈判筹码在于将自身的毁灭武器化，他们实际上是把全球经济当作了人质，来防止西方进一步的干预。在利雅得和阿布达比，他们立刻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那些高科技的城市突然暴露在一场他们根本无力控制的冲突之中。美国的核保护伞被证明是个幻影，最先进的防御系统被证明根本无法保护盟国的能源网络，免于伊朗那种焦土政策般的飞弹齐射。这些防御系统的失效实际上抵消了美国安全保护伞最重要的承诺。华盛顿保留了发动系统性战争的权利，但却被证明无力保护其盟友，免受随之而来的报复。在一个被石油诅咒的地区，和平条约所能提供的保护微乎其微。只要全球工业依然依赖这些储备，地缘政治权力的转移将永远只能用鲜血和燃烧的炼油厂来衡量。